这个视频来说，白羊座24年完整的年运，春夏秋冬有哪些好事，怎么样布局更好？我会讲事业、课业、财富、健康、爱情5个板块的重点布局。白羊座先是事业财富方面，24年呢会有2次转折。以4季来论呢，是兴起的春，消耗的夏，忙碌的秋，开阔的冬。2次转折，一次是在夏季5月21日至26日以后，另一次是在冬天。兴起春呢，代表1月到4月份，白羊座主要是在启动一些新的计划，但是这些计划去年你们就已经在看了。冥王星从10宫到11宫，你们从23年的3月份左右开始，可能就一直对一些项目有欲望、有想法，认为自己是可以做的，很有一些动力想要做一些事情。因为冥王星也算是白羊座半个守护星，每次只要它一动，白羊座就很难对机会视而不见，安分待着。受这个行运的影响啊，你们总是能够看到当前很热门的一些行业啊、项目啊。关键很要命的是，白羊座这个时候不仅能看到，还能够接触到。比如说想要学、想要掌握这个技术、想要做这个生意，都还能有人牵头、有门路，或者是不想要做，也会让你们看到各种这种广啊之类的。就这个正财想要不赚，想要轻松一点都很难，会督促的你们去做事。那开春的这个正财运就不错，所以24年开年这几个月，白羊座就是终于可以定下来某一些工作或者是项目，落实这个计划。那也因为火星一路是从10宫走向12宫，所以白羊座在做工作选择的时候，也会听到很多的意见和建议。可能就是在这种外力的刺激和影响下，白羊座的一些计划终于得以展开。那要注意啊，火星本身也是有一种破坏力的，所以外界也不都是好的刺激，也会有那种破到白羊座的财和工作的情况，自己要稍微注意一点。一季度的财破出去的话，主要都是因为别人、因为环境而受到影响的，而夏季的财大部分都是白羊座自己花出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说了，白羊座来到了一个转点，夏季呢进入到新的一轮的一个投入期了。既然是投入，那肯定花销是比较大的嘛。所以啊，5月到7月，白羊座工作啊、财富方方面面变动都会比较大，或者说你们处理财、处理工作当中这些点子方案会更加灵活。有的白羊座呢会此时去扩大自己的店铺，因为前几个月生意不错啊，也有了积蓄，这个时候呢就想赚更多，或者是开发一些新品，学一些新的东西。也有的白羊座呢会因为一季度赚了收入，到了夏天就想宠爱自己一下，给自己安排这种旅游啊、美容啊、各种娱乐活动。所以呢，虽然你们花得多，但是还是挺开心的啊。事业方面呢，夏天会想要给自己有一个新的定位，也会充实自己，可能会去做一些培训啊、上课等等方面的事情。这个时候思路会有一些开阔，所以呢，很多白羊座今年夏天的新的投入，是为了要让自己有一些更灵活的一个出路。那这个新的出路在忙碌的秋季其实就会有所显现了。如果夏季抓得住的话，从8月份开始，白羊座就会过得很忙，也会非常有奔头。虽然说奔波、熬夜、加班是肯定是多的，但是也是今年出成果、迈向成功的日子。9月末到10月，抓住合作运和偏财贵人运，因为秋季是今年白羊座另一个敛财的时间。这次的财呢是带有偏财性质的，所以要跟人搞好关系，搞得好的话，别人就会拿财来了。8月到10月呢是非常需要花心思去运营工作以及生意关系的时间，也需要慎重的处理财务的决策。这个时候呢，财和事业的选择都会攸关白羊座的切身利益，所以一定要三思，好吗？那读书方面呢，家里面有白羊座孩子的，今年也要重视，因为大好的读书机会来了。木星在24年的5月26日进入到象征学识的宫位，代表了白羊座的听说读写和知识记忆力会大大的增加。上半年成绩变化可能还不算是特别明显啊，但是下半年会有一下子灵光很多，也学进去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运。特别是旁边要有一个学得好的同学，或者是一个比较会教的老师，白羊座会进步很大，因为这个时候模仿借鉴的一个能力也很强，同时呢也很适合学语言。那到了冬季呢，有一个重要的星象，就是你们的守护星火星会在11月4日换座，会进入到白羊座星盘的5宫，中间它还会逆行，就这样反反复复大概要4个月的时间。这个星象呢就带动了白羊座今年另一次事业财富的一个转型。你们在24年的冬天一定会有新的尝试，也就是说之前你们可能学的一些新的东西，在这个时候会应用出来。哪怕你们现在目前还是做跟之前一样的工作，到那个时候就一定会变，要么就是你们自己主动变，要么呢就是被要求改变。有一些白羊座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可能辞职，或者结束之前的工作，又开始重进新的工作，或者呢突然间学一些新的东西，也可能之前做了一些事情，在这个时候又重新提出来，工作中呢会有一些新的应用和表现。你们在这个期间已经在为2025年做铺垫了，也算是2025年提前的一次小试牛刀。工作中呢会有很多被看见的机会，财富呢主要是跟事业有关的，靠事业出色变现而得财。那爱情健康方面呢，木星从2宫走向3宫，冥王星进入到11宫，都是往更多元的一个圈子涉猎，因此24年的白羊座会结交到很多不同于往的新朋友，爱情观也会发生变化。比如说以前不能够接受比自己小的人，但是在24年是可以接受的。可是24年你们不是很专心哦，容易被不同的人吸引。整体呢，下半年的桃花比上半年会更旺，更适合恋爱，不太适合彻底的定下来。我还蛮喜欢你们这种状态的，就是比之前更轻松自然一点。遇到的人呢，可能也偏向于年轻化，或者是更幽默、更聊得来，容易在职场啊以及差旅、知识、文化、读书等等有关的一些领域，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地方去相识，双方的关系会
会比较简单，不像以前这个呢是没有过多的一些利益牵扯的，也就是对方出现可能对白羊座不是抱着什么目的的，但是白羊座可能自己有一些过去是有点绊住自己的桃花的，所以一定不要受过去的一个干扰。我都不说让你们去切断了，就是不要被干扰到其实就行了。那有伴侣的呢，上半年比较容易是老样子，两个人还是容易以这种财啊、工作啊、现实方面为主，物质方面的稳定会极大的去影响你们的关系好坏，反而到年中到下半年，物质方面似乎就没有那么需要担心了，所以彼此的相处呢轻松了不少。部分的白羊座也可能是因为有新人啊，比如说打算怀宝宝，而在下半年关系有所松动。健康方面呢，主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、睡眠以及皮肤、骨骼、牙齿啊等等关节这些部分，主要还是自己思虑过重，以及有的时候没有休息好，没有太过于注意啊，疏忽大意而导致的。整体而言，健康方面白羊座还是越来越灵活的啊，身体的管控、身材的管控应该都会做得不错。整体而言呢，24年是白羊座反反复复在新生活和旧生活之间跳跃抉择的这样的一年，上下半年反差是很大的。如果说上半年是游刃有余、熟练心，让自己稳步的一步一个脚印，那年中到下半年就是百尺竿头须进步。白羊座周围的环境和自身都会要求你们飞速的一个成长，以迎接25年更大的一个翻身转变。因为25年土星进入到你们的1宫了，天王星进入到3宫了，就是彻底的一个新的环境在等着白羊座去跨越，比如说安心家啊、住新房啊、迎新人啊、定新相啊。那要祝所有的白羊座24年身体力行，创造可能，改变生活，好运啦！我是安娜范老师，用星座和心理学教你更好的规划生活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